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夜色笼罩了台南的一条小路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霉味和泥土的气息。这条路没有特别的标志，常常被人们忽略。街道两旁是老旧的房屋，窗帘紧闭，街灯在薄雾中发出昏黄的光芒，风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像是远处有人低语。远离繁华市区，这里显得格外寂静，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滞不前。然而，这条曾经平凡的小路，从那场车祸之后，成为了一个充满不安和恐惧的地方。那天是一个寒冷的夜晚，路面因连续几日的降雨而湿滑，空气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午夜时分，一辆轿车急速行驶，发动机的轰鸣声打破了寂静。司机神情紧张，双手死死握住方向盘，目光盯着前方的弯道。他不知为何，心跳异常加速，眼角闪过一丝莫名的焦虑。突然，他看到前方的路灯亮起，昏黄的灯光照射着湿滑的路面，他的视线因为模糊，急转弯处，他的脚一抖，方向盘猛地偏离，车子瞬间失控，撞上了迎面而来的一辆对向车。刹那间，巨大的撞击声震耳欲聋，车内的一切都被瞬间撕裂，玻璃碎片四散飞溅，鲜血染红了车座，死者的血迹迅速在车内扩散，司机失去了意识，而几名乘客当场死亡，其中一人头部被撞断，飞出了车外，迅速消失在了黑夜里，仿佛被什么无形的力量拖走。不久后，警方赶到现场，处理了车祸和尸体，路面恢复了平静。然而，当地的居民却开始流传起了一些奇怪的传言。有人说，事故的死者并没有真正离开，他们的灵魂依旧徘徊在这条小路上，无法得到安息。尤其是那名失去头颅的乘客，似乎与这条路有着某种无法解开的联系。这些故事最初只是一些闲聊的谈资，没有人把它放在心上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，深夜时分，这条路总是弥漫着一种莫名的气氛，行人经过时，常常能感觉到一阵冷风吹过，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压迫感。就在这时，奇怪的现象开始出现了。深夜，路上行人稀少，但总有一些经过此地的人开始报告，他们看到过不明的车灯，车灯的光线若隐若现，像是在远处的雾气中闪烁，越来越近，却又始终保持着某种距离。有人曾说，当车灯接近时，自己感到一阵寒气袭来，仿佛有一双无形的眼睛注视着自己。更奇怪的是，等到车灯完全靠近时，那辆车竟然突然消失，无影无踪。有一个晚上，老张一个年约60的街头小摊贩，骑着电动自行车经过这条路，忽然听见一阵急刹车声，接着他看到远处的车灯亮起，缓缓驶来。随着车灯越来越近，他心中莫名涌上一股不安，想要加速骑走，却发现自己身体像被什么东西压住，无法动弹。快走，快走！老张低声自语，感觉自己的心跳越来越急，仿佛有东西要窒息他。然而，当车灯距离他只有不到10米时，车子突然消失了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老张愣住了，猛地回头，路上什么都没有，空无一人，只有湿滑的马路和远处渐行渐远的风声。从那以后，关于断头路的故事开始在当地广为流传，越来越多的人说，他们在夜晚走过这条路时，总能感到一股莫名的压迫感，甚至有人开始怀疑，这条路似乎成了一个不祥的地方。有人说看到过车灯，也有人声称曾听到低沉的哭泣声和无形的脚步声，尤其是在雨夜，路面总是显得异常阴冷。某些晚上，住在这条路附近的人会在梦中醒来，听到窗外传来断断续续的刹车声和隐约的呻吟声。即便是最理智的人，也难免会在这条路上产生一丝不安的感觉。断头路这个名字渐渐在当地流传开来，它不再是单纯的车祸地点，而变成了一个充满恐惧和未解之谜的存在。张伟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平时生活规律，很少参与社交活动。每天的工作结束后，他都会选择步行回家，
为了避开市区的交通拥堵，他常常走这条断头路作为捷径。然而，自从听到断头路的传言后，他心中多了几分忐忑，尤其是看到邻里间的一些老年人都在谈论这条路时，心里更是无法平静。这一天，张伟如往常一样，踩着电动车从公司下班，踏上了这条熟悉的小路。天色已晚，空中弥漫着细雨，地面湿滑，脚下的水洼映着路灯的微弱光芒，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，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汽车的轰鸣。张伟低下头，专心踩着车踏板，心里想着日常的琐事。突然，一阵急促的刹车声打破了他的思绪。张伟猛地一抬头，看到前方不远处，车灯正逐渐亮起。那是一个老旧的轿车，灯光昏暗，仿佛在雨雾中迷失了方向。张伟心头一紧，回想起之前听到的那些传言，莫名的恐惧涌上心头。不会吧？他低声自语，但依然不敢停下脚步，心想着只是一辆普通的车而已。然而，当车灯越来越近时，张伟感觉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压迫感，仿佛有无数的目光在注视着他。他的手微微发抖，车轮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异常刺耳。他试图加速，但却觉得自己似乎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牵制住，无法摆脱那股逐渐逼近的恐惧。就在车灯距离他只有不到5米时，张伟的心跳急剧加速，他猛然转身想要避开，却突然发现车灯一闪而过，车子竟然在他眼前消失了。那辆轿车仿佛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一样，瞬间消失在夜幕中，连一丝声响都没有留下。张伟愣在原地，愣住的同时，他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念头，他所经历的究竟是幻觉，还是这条路真的有某种不为人知的诡异力量？他深吸一口气，想要安慰自己，告诉自己只是疲劳所致的幻觉。然而，当他继续骑行时，心中却有种挥之不去的不安感。他加快了速度，心跳依然沉重，眼睛死死盯着前方，生怕那辆轿车再次出现。眼前的路面渐渐变得模糊，昏黄的路灯下，一切都显得格外阴森。从那以后，张伟开始变得无法忍受夜晚独自走这条路。每次从公司下班，他都会尽量避开断头路，甚至选择绕远路走。但有一天，加班结束后，时间已经不早，走另一条路太过绕远，他决定鼓起勇气走那条不愿再涉足的路。晚上9点，天空下起了小雨，空气湿润阴冷，街道上的水洼倒映着五光十色的灯光。张伟站在路口，心里犹豫了片刻，最终还是迈开步伐，踏入了断头路。随着每一步的踏出，他的心跳逐渐加速，四周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压迫。细雨打在他身上，冷冷的湿气渗透到衣服里，仿佛在提醒他，这条路并非平凡的存在。随着他走得越来越远，空气中的寒意也越来越重，周围变得异常安静，甚至连风声都消失了。就在这时，张伟忽然听到一阵微弱的脚步声，循着声音，他回头看去，却什么都没有看到。他心中一紧，目光在四周搜寻，却依然没有任何动静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张伟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，脑海里充满了疑惑和恐惧。那声脚步不急不缓，却又那么明确，像是一个人正紧跟在他身后，跟得越来越近。他开始加快脚步，心头的恐惧让他无法冷静。每一次回头，他都看到空荡荡的街道，只有路灯下细雨打落的声音和那隐隐约约的脚步声。突然，脚步声停了，张伟猛地转身，睁大了眼睛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几乎无法相信。在不远处的黑暗中，站着一个人影，模糊的轮廓在路灯下微微闪烁。你是谁？张伟声音发抖，眼睛无法从那影像上移开。他感觉自己的心脏像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扼住了，呼吸也变得急促。人也没有动，依旧站在原处。张伟试图再次向前走，却觉得自己的双腿如同灌了铅一般沉重。眼前的影像依旧不动，张伟几乎能感觉到那双眼睛盯着自己，眼神中透出一种深深的空洞感。他忍不住加速步伐，低头快速走开，脑海中闪现出一个念头，那不是人，是个鬼。几天后，
张伟决定彻底弄清楚关于断头路的事情。他开始主动打听周围人的看法，试图了解更多的细节。他走访了附近的几位居民，询问有关那场车祸的事情。大家的反应都很惊讶，但又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些相似的情节。车祸发生后，附近总是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压抑感，尤其是在雨夜。有一位年长的老奶奶告诉张伟，那场车祸太惨烈了，死者有一个人是头没了，听说死者的魂魄一直在路上找自己的头。张伟听到这里，不禁一阵寒意袭来。接着老奶奶低声说道，你要小心，听说那名死者的魂魄总是在雨天夜晚出现在那条路上，站在某个地方等人，他的眼神里没有一丝生气，像是迷失了自己，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头。张伟感到心里一阵不安，他记得自己曾在那条路上看到过的影像，似乎与这些话不谋而合。他突然意识到，或许这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车祸事故，而是与那名死者的冤屈和未了的愿望息息相关。张伟的内心逐渐被恐惧吞噬，他每天都在回想着那条断头路，那些深夜中看到的车灯，模糊的人影，耳边似乎时常响起无法辨认的低语声。白天工作时，他依然能感到心跳加速，无法集中精力。每晚回家，走到那条路时，他都忍不住开始犹豫，但最终他总是再次走进去，仿佛有种无形的力量在引导着他，想要让他面对这条路的秘密。今天晚上，张伟决定不再回避，他已经无法忍受这种日复一日的心理折磨，心中充满了疑问和不安。他决定彻底解开这背后的谜团，找出那个失去头颅的灵魂，解开他未了的心愿。他知道自己必须面对这条路，面对那份无法言喻的恐惧。午夜时分，张伟再次踏上了那条熟悉的小路，雨滴打在他的脸上，冰冷的空气渗入他的皮肤，每一步都像踩在不安的心跳上。他心头的恐惧愈发强烈，但也愈发坚定。他知道，今晚他必须找出真相。走到事故发生地点时，他停下了脚步，路面依旧湿滑，黑暗中只有远处模糊的街灯在闪烁。张伟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回想起之前听到的故事。那名失去头颅的死者在这条路上徘徊，寻找着失散的头颅，无法安息。或许这个死者一直在等待某个人来帮助他找到那失去的部分，或者彻底解脱。就在此时，一阵阴冷的风吹过，周围一片寂静。张伟猛地睁开眼睛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几乎不敢相信。他看到距离自己不远的地方，路边的黑暗中站着一个模糊的身影，那个身影似乎并不完整，隐约能看到他的轮廓，却又模糊不清。张伟心中一惊，突然明白过来，那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失头者。你是谁？张伟颤声问道，脚步不自觉地向后退去。那名身影没有回答，他只是静静地站着，像是注视着张伟。张伟心跳如雷，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某种无法自拔的境地。突然，那个身影缓缓转身，慢慢朝着他走来。张伟无法动弹，他的脚似乎被什么东西死死钳制，无法迈开。每一步，那身影的身形都变得越来越清晰。然而，每一步走近，他的头颅却依然消失在黑暗之中，只剩下可怕的空洞脖梗。张伟的头皮发麻，意识到了不对劲，这不是单纯的幻觉，那个失去头颅的灵魂正在靠近，而他似乎并不打算放过任何一个来到这条路的人。他转身想逃跑，但脚步却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锁住，无法移动。那名无头的身影已经站在了他面前。张伟能感受到一股极度寒冷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冻住了。突然，那声音像是从地底深处传来，低沉且沙哑，几乎让人无法听清楚。帮我找回我的头。张伟的心脏几乎停跳，他挣扎着想要回头，却发现自己无法脱离那股无形的束缚。就在他快要崩溃的一刻，他突然看到地面上的一块反射着路灯光芒的物体，一个破碎的车镜。那镜子反射出的是他自己的面孔，但随着镜面中的影像转动，他看到身后站着的那具尸体，头颅已经重新归位，像是找到了自己的归属。张伟的呼吸变得急促，他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那个死者的头竟然在这一刻恢复了原样，那名灵魂依旧是无头的，但却似乎带着某种不同寻常的力量，开始向张伟伸出手，仿佛要将他带入未知的深渊。就在张伟意识到自己被困住，无法逃脱的时候，一道闪电划破天际，瞬间照亮了四周的一切。张伟下意识地闭上眼睛，等待着接下来的恐惧袭来。然而，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，眼前的景象完全改变了。那名失去头颅的灵魂已经不再出现在他面前，取而代之的是他自己。张伟的心脏骤然一紧，他低头一看，才意识到自己也没有头。他瞬间惊醒，脑海中一片混乱。他明白了，自己早已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，一场自我幻觉的囚笼。原来，这一切并非他想象中的灵异事件，而是他内心深处对死亡的恐惧与无法逃避的心理阴影，投射成了这条断头路的诅咒。他开始回忆起过去的种种，是否有可能是他在某个瞬间已经失去了生命，而这条路成为了他未曾意识到的归宿。他感到自己逐渐消失在这条路上，变成了一个无头的鬼魂，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头颅，徘徊在这条诡异的小路上。就在他试图理清楚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时，一辆车的车灯从远处照射过来。张伟下意识地转过身，但他看到的却是自己虚幻的影像，被车灯照亮，像是已经融入到这个世界的阴影里。那辆车没有停，而是迅速消失在黑暗中。张伟再也没有看到车灯，只剩下漫无边际的黑暗和那条不再属于他的断头路。这个故事结束了，但断头路的谜团依然没有解开。在这条路上，永远有人徘徊，永远有人迷失。在黑暗的尽头，可能没有出口，只有无尽的循环与永远无法摆脱的恐惧。对于所有曾经听到这个故事的人，或许我们应该学会警惕，有些地方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表恐怖，而是因为他们拥有某种不可见的力量，能够引导我们走向无法逃避的命运。而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究竟是一个旁观者，还是已经悄然陷入了其中的角色。